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傅永喜代先生所著的《血流决定一切》这本书。想问大家，为什么有些人会突然生病，而有些人却不会呢？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秘密，我们就能够站在不生病的一方。是运动不足和肥胖，或者是遗传吗？事实上，它们都是共同作用，形成了健康的状态。然而，作者给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那就是血流。所以今天我们将讨论血流，并深入了解如何改善血流。血液在人类体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负责将氧气和营养送到全身37万亿个细胞。血液流畅时，氧气和营养能够到达比头发还细的毛细血管的每个角落，细胞就会变得更健康，从而让身体变得更加有活力和年轻。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如何通过改善血流，让身心变得年轻，改善血流的神奇饮食；第二，关于血管恢复弹性，年轻化的终极食品4选。首先是第一部分，如何通过饮食改善血流，让身心焕发年轻活力。若想促进血液循环，将氧气和营养送到全身细胞，首要任务就是了解什么样的饮食有助于改善血流，并确保摄入这些有益血流的食物。实际上，我们体内的血液是否含有适当的营养成分，完全取决于我们平时的饮食习惯。谁能控制饮食，谁就能控制血流。因此，我们应当提升饮食的意识，做出有效的改善。对健康的人来说，空腹是一种很大的压力，长时间的饥饿会让人变得焦虑，甚至无法集中精力做事。很多人可能会一直想着食物。当我们吃饱后，所有的不适感都会瞬间消失，心情也会变得愉快。这就是食物的神奇之处。填饱肚子后，仿佛心灵也得到了滋养。食物对身体和心理健康有着重要影响。而我们之所以吃饭，根本原因是为了摄取蛋白质。人的细胞寿命是很短的，旧的细胞会排出体外，而新的细胞会不断产生。像头发和指甲这种会不断生长的部分，我们能直接看到细胞的更新。即使是像心脏这样的器官，每天24小时不停地工作，它的细胞也会慢慢替换。这种细胞的更替机制正是由蛋白质来支撑的。因此，3大营养素中最重要的就是蛋白质。我们每天都需要利用摄取的蛋白质制造新的细胞。实际上，每天我们大约需要体重的 0.1 克蛋白质来制造新的细胞。例如，一个60公斤的人每天需要60克蛋白质。换句话说，为了保持细胞的健康，我们必须通过每天的饮食来补充蛋白质。因此，食物的质量，尤其是其中蛋白质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优质的蛋白质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强健，血流更加畅通。为此，你应该特别注意摄入平衡的氨基酸饮食。蛋白质由20种氨基酸组成，其中9种是身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需氨基酸。约一半的蛋白质是我们无法在体内合成的，必须通过食物摄取。这些必需氨基酸是我们在制定饮食习惯时尤其重要的营养素。既然我们无法在体内合成这些珍贵的必需氨基酸，从外部摄取显然是最有效的做法。另外，高蛋白的食物通常卡路里也会较高，因此如果单纯通过量来补充，可能会导致肥胖。因此，我们需要通过选择含有丰富必需氨基酸的食材来高效地摄入蛋白质。人类在生存过程中已经优化了食物组合，使其能够从饮食中获得最佳的营养平衡。西方的面包和肉类，中东的麦子和豆类，中南美的玉米和肉类等传统饮食，都能够有效地提供必需氨基酸以及其他营养素的平衡。同样，日本的传统饮食也是如此。简而言之，如果日本人想改善血液循环，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传统的日式饮食，白米、味噌汤和一道小菜，这样的组合已经足够了。
单靠米饭无法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但味噌和大豆能补充这一点，并且富含必需氨基酸，是最强的饮食组合。关于选择一道小菜，可以参考氨基酸评分这一数字，它可以帮助您找到那些含有足够必需氨基酸的食材。氨基酸评分是一个指标，告诉您哪种食物能提供充足的必需氨基酸。作者特别推荐了得满分100分的食材三文鱼。三文鱼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酸。其他推荐的高蛋白食材包括青鱼和秋刀鱼，以及鸡蛋和咸子等。尽管您不可能每天吃同样的小菜，但可以通过轮换不同的鱼类和其他蛋白质来源，选择适合自己的食材。同时，除了动物性蛋白质，也应该尝试摄入植物性蛋白质，比如蚕豆等豆类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建议将这些植物性蛋白质也融入到主菜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一碗味噌汤的作用。味噌汤的推荐理由在于，味噌是大豆制成的，富含优质蛋白质、糖质、脂质等3大营养素。此外，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钾、钙、镁、铁、锌等矿物质和膳食纤维，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更重要的是，味噌是发酵食品，发酵过程使得蛋白质和糖类等营养物质转化为更易吸收的氨基酸和葡萄糖，帮助身体更高效地吸收营养。作为一种发酵食品，味噌也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因此建议大家养成每天饮用味噌汤的习惯，这对健康大有裨益。接下来，我想继续讲解味噌汤的配料。味噌汤的配料种类繁多，每个人的喜好也有所不同。虽然基本上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加入喜欢的食材，但我将介绍本书中推荐的几种配料。如果你喜欢的话，建议可以尝试。首先推荐的配料是咸子。大家都知道，咸子的味噌汤非常美味，很多人都很喜欢。咸子富含高质量的蛋白质，且是非常优秀的必需氨基酸来源。除此之外，咸子还含有对肝脏有益的氨基酸鸟氨酸，因此它对于缓解宿醉也有一定的功效。此外，咸子还富含维生素 B2， 这是一种有助于造血的营养素。因为维生素 B2 是水溶性的，在味噌汤中食用时，吸收效率更高，有助于预防贫血，并增强血液运输氧气的能力。总的来说，咸子对于保持良好的血液健康至关重要。咸子可以冷冻保存，这使得它在烹饪时非常方便。希望您能将咸子的味噌汤加入到餐桌上，感受到它带来的最佳血液循环改善效果。接下来，另一个推荐的配料是豆腐。豆腐味噌汤同样是非常舒心的美味。豆腐含有一种非常优质的氨基酸色氨酸，这是非常推荐的配料。色氨酸是制造神经传递物质血清素的原料，而血清素被称为幸福激素，能够帮助改善情绪，防止情绪低落。食用豆腐可以增加脑内血清素的含量，带来愉悦的情绪，帮助缓解精神疲劳。尤其是在一天结束时，喝上一碗热乎乎的豆腐味噌汤，能让您感到放松和平静，这也是一天结束的最佳方式。而且，豆腐中的色氨酸能够促进血清素的分泌，从而自然地减轻压力。精神压力会激活活性氧，促进细胞老化，因此解除压力也间接有助于抗衰老。因此，为了保持年轻感，在疲劳的夜晚，喝一碗豆腐味噌汤是一种非常有益的习惯。这两种食材，咸子和豆腐，都是非常好的味噌汤配料。如果你想尝试，可以将咸子和豆腐一起加入味噌汤中，味道将更加丰富和美味。此外，关于味噌汤，有些人可能会关注其盐分浓度。对于高血压患者，可能会听到建议减少味噌汤的摄入。然而，日本高血压学会指出，味噌汤的摄入频率与血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实际上，每天喝一碗味噌汤可能有助于改善血管健康，甚至能够将血管年龄改善大约10岁。当然，如果医生建议高血压患者减少味噌汤的摄入，
还是应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调整。但如果您之前因为血压问题而避免喝味噌汤，可以考虑参考这些研究结果，开始享受味噌汤带来的健康益处。接下是第二部分，关于血管恢复弹性、年轻化的终极食品4选。首先，我们从日本饮食的角度讲解如何通过饮食使血压恢复年轻。我将特别介绍4种能够帮助血管恢复弹性和年轻的食品。首先介绍第一个血管年轻化的终极食品——纳豆加葱。纳豆能有效预防脑梗塞、心肌梗塞、深静脉血栓等与血栓有关的疾病。这是因为纳豆中含有的纳豆激酶是一种强效的溶栓酶，可以有效溶解血栓。也就是说，纳豆可以强力防止血液凝固，帮助血液保持畅通。因此，纳豆是一个有助于保持血液流畅的重要食品。纳豆不仅可以搭配白饭吃，也可以加入味噌汤中，非常适合与日本料理搭配。这也是纳豆的优点之一，它可以与许多菜肴进行创意搭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将纳豆加入到各种菜肴中，享受它带来的健康好处。关于纳豆的研究还在不断深入，现已发现，食用纳豆的最佳时机是晚上，原因是晚上是最容易形成血栓的时间段，而纳豆激酶的溶栓效果能够持续数小时。如果我们在血栓最容易形成的时间段之前食用纳豆，它能有效地帮助我们预防血栓的形成。为什么说夜间更容易形成血栓呢？这是因为睡觉时我们几乎不动，而白天起床时，肌肉会像泵一样帮助血液循环。晚上肌肉不再活动，血液流动变慢，血栓容易在细小的血管中形成。这也是为什么早晨特别容易发生心肌梗塞和脑梗塞的原因。统计数据表明，全球范围内，心肌梗塞和脑梗塞的发生率在早晨较高，尤其是周一早晨。由于长时间的假期结束和上班前的压力，身体的交感神经受到刺激，血管收缩，更容易诱发血栓。因此，为了预防血栓，建议大家在晚上每次吃1包足够。但需要注意的是，若想得到纳豆激酶的效果，必须避免加热，因为加热会破坏纳豆激酶的作用。如果再加上葱，那么纳豆的溶栓效果会更加明显。葱中含有的成分能够防止血小板凝聚，从而有效帮助预防血栓的形成。接下来介绍第二个血管年轻化的终极食品——洋葱和西兰花。之前我们讲了如何通过食物清除血管中的堵塞物和让血液保持流畅，而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保持血管本身的健康，尤其是如何保持血管的弹性。为了保持血管的弹性和年轻，富含多酚的食品非常重要。大家可能听说过多酚对健康的好处，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对血管年轻化的作用。血管是支撑血液循环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细动脉，它连接着大动脉和毛细血管。细动脉的收缩和舒张控制着血压和血液在毛细血管中的循环。毛细血管负责将氧气和营养物质送到全身的细胞，因此细动脉的健康至关重要。如果细动脉的功能不正常，血流就会受到阻碍，导致细胞无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从而老化。而富含多酚的食物，如洋葱和西兰花，能够帮助保持细动脉的柔韧性，防止血液流动受阻。除了洋葱和西兰花，其他富含多酚的食物还有很多，如常见的蔬菜、生菜、李子、梅子、葡萄等水果，这些都能帮助保持血管健康，维护年轻的血管功能。这里的结论非常简单，只需了解多酚的摄取非常重要即可。实际上，关于多酚的健康效应，接下来介绍第3种能够让血管年轻化的终极食物——卷心菜的外叶。大家是否知道氧化这一现象？当您准备吃一个新鲜的苹果时，如果把它切开并放一段时间，苹果的切面就会接触到空气，变成棕色，这就是氧化现象。它与金属生锈非常相似。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内部也发生着氧化现象。
和金属生锈一样，我们的身体逐渐积累锈迹，这种锈加速了我们的衰老。血液的氧化会引发动脉硬化，皮肤的氧化则会导致色斑和皱纹。最近的研究表明，氧化是衰老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前面提到的，血液的氧化会导致动脉硬化，而动脉硬化可以说是血液的衰老现象。因此，减少氧化现象，减缓衰老的速度，对于保持年轻和健康的血管至关重要。为了防止氧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避免与氧气接触，也就是不呼吸。但人类显然不可能不呼吸，我们只能接受一定程度的氧化发生，同时通过摄取抗氧化物质来减少氧化的危害。因此，摄取抗氧化物质变得非常重要。抗氧化物质，顾名思义，是能够防止氧化的物质。常见的抗氧化物质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通过从饮食中摄取这些抗氧化物质，体内的氧化水平会下降，从而有效防止血管和血液的氧化，保持其年轻。研究表明，增加蔬菜和水果的摄取，补充抗氧化物质，可以将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降低25%。因此，为了保持血管年轻，充分利用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的抗氧化作用非常重要。那么，具体该吃哪些食物才能摄取足够的抗氧化物质呢？基本上，通过摄取多种蔬菜，可以获得不同种类的抗氧化物质。本书特别推荐卷心菜，卷心菜价格实惠，四季都能购买，因此非常适合日常饮食。特别要注意的是，卷心菜的外叶，因为外叶晒得多，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具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是我们一定要摄取的维生素之一。舍弃这些富含维生素 C 的外叶是非常浪费的。还可以把卷心菜切成丝，搭配一些柔软的菜叶一起食用，吃起来更方便。同时还可以加入富含维生素 E 的杏仁，以提高抗氧化物质的摄取，既能保持血管年轻，又能降低癌症发生的风险。当然，正如之前所说，抗氧化物质并不仅仅只存在于卷心菜中，许多蔬菜中都富含抗氧化物质。因此，请大家在饮食中积极摄取各种蔬菜，充分补充抗氧化物质。接下来介绍第4种能够让血管年轻化的终极食物——羊肉。到目前为止，我们介绍的食品都是直接帮助血管和血液年轻化的食品。但接下来要谈的是通过预防肥胖来间接帮助血流和血液年轻化的食品。那么，大家对于自己肚子的样子有什么印象呢？到了中年，基础代谢率不可避免的下降，虽然保持原来的饮食习惯，体重却容易增加，腹部的赘肉也开始显现。显然，体型上的变化带来了外观的困扰，但更严重的是，肥胖对血流有不良影响。您一定听说过肥胖的人血液粘稠的印象，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对。肥胖不仅意味着血液粘稠，还意味着血管会受到物理压迫。当体内积累了过多的中性脂肪，脂肪细胞增多并增大时，它们会压迫到末梢血管和毛细血管，也就是说，血管会变得更加狭窄，导致氧气和营养物质难以顺利通过，无法正常到达每个细胞。这种情况下，细胞不能得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心脏就会增加血液的流量，拼命地将更多的血液输送出去，试图弥补氧气和营养的不足。但这样做的结果是，血压会不断升高，因为心脏需要以更大的力度泵血。此外，心脏也会承受更大的压力，长此以往，可能导致心脏肥大等病症的发生。因此，肥胖不仅仅是外形问题，它还可能通过影响血液和血管，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因此，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肥胖是一个需要避免的健康隐患。虽然不需要通过极端的减肥来达到目标，但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关键营养素是肉碱。肉碱是一种可以促进脂肪燃烧的关键营养素。需要注意的是，
仅仅摄取肉碱并不会自动燃烧脂肪，必须配合运动一起使用。通过正确的饮食和运动结合，肉碱可以帮助更有效地燃烧脂肪。推荐的食材是富含肉碱且脂肪含量较低的羊肉。虽然羊肉有其特有的腥味，可能一些人不喜欢，但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积极地将它加入到饮食中，帮助促进脂肪燃烧，保持健康。选择适合自己的食品，让身体保持最佳状态。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